艾森豪，艾森豪，美国航母艾森豪威尔号被胡塞武装袭击，这则新闻已经炒作了近1周了。最初是5月31日，胡塞武装发言人首次对外宣布，胡塞武装对红海的美国航母艾森豪威尔号发起了导弹攻击，并成功命中目标。紧接着6月2日再补一枪，称对艾森豪威尔号又进行了第2轮打击。本来我也没太当回事，因为以胡塞武装的反舰能力打商船也就算了，但如果要面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这种防空反导体系，要能突破并命中，这概率实在有点过低。另外呢，看这几天红海这密密麻麻的船舶，但凡如果美国航母被击中冒烟，那这些船只立刻都会变成御用摄影师。这种几年不遇的盛况，可是要一定拍照留念的呢。无奈这样的照片一张都没有公布出来，因此原本结论也很简单了：胡塞武装打没打，可能确实是打了。你派个无人机飞过去扔个手雷，那也叫对美国航母战斗群实施了轰炸。但中没中，那可真要有图有真相了。到目前为止，反正是没有。至于网上流传的那些图和视频，我稍后再做解释。不过，原本简单的结论却被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舰长一顿无脑操作给搞复杂了，自此又掀起了一波舆论浪潮。这是一张在航母上的合影，后面硕大的69表示为 CVN-69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舰长就是照片中的右边那位，体型硕大还极为肥胖，看着就不像很灵光的样子。不知道美国海军的治军标准是降低到何种地步了。这位舰长老兄在胡塞发言人5月31日宣布击中美国航母后，立刻在 X 上发布了一组舰内厨房照片，明显是要向外界证明我们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压根没被击中，一点事没有，还在吃面包呢。但立刻就被很多网友吐槽，你拍里面怎么不拍外面啊？人家胡塞武装又不是发射的穿甲弹，有本事给拍拍航母的甲本啊！无奈之下，这名舰长在隔天6月1日发布了一个 FA-18 超级大黄蜂降落艾森豪威尔号的视频，证明我们航母甲板也没有问题，还能降落舰载机呢。不过，就在很多媒体纷纷引用并发表美国航母毫发无损之际，这个视频被发现竟然是一段之前拍摄的老视频。很多人都拿出来2024年3月21日由一名 IP 在北京的网友发布的这段一模一样的视频，称这段老视频是来自今年的3月21日。不过经过我的查询，3月21日只不过是某名抖音网友转发的时间，最早的时间其实是3月4日，发布者同样是艾森豪威尔号的这名胖舰长。他不仅有 X， 还有 Instagram， 注册的社交账号还不少。这个舰载机降落的视频就是他于3月4日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这次6月1日，为了忙于证明自己的航母没问题，就从手机上找了个旧视频发在了 X 上，但却忘记了自己曾经在 Instagram 上早就发过了。网络是有记忆的，新瓶装旧酒，自然会被人挖坟挖出来，这下可就坏了事了。本来很容易澄清的事，被这名艾森豪威尔号舰长给搞砸了。无数美国网友也蜂拥而至，对舰长发出了质疑：你不发新视频，却拿个老视频来充数，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而好巧不巧的是，就在视频发布的隔天6月2日，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掉头一路向北狂奔了1000来公里，这可就更加此地无银了。你没事跑啥呢？这下网友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了。然后再隔一天6月3日，这名舰长又在 X 上发布了这么个视频，显示艾森豪威尔号正在进行海上补给作业，而随后商业卫星也在空中拍到了这个画面，我们可以清晰看到2艘船舰正在并行航行和补给。但绝大部分网友仍在质疑，你干嘛只拍补给的右舷，左边甲板为什么不拍摄呢？是不是被击中了不敢拍摄呢？想必这名无脑舰长一定又是一脑门子的问号和惊叹号。而与此同时，美国航母艾森豪威尔号被导弹击中的图片和视频也开始在网上流传开来。首先是这张，是一艘航母尾部被摧毁的照片。这张照片一度在互联网上被疯传，说是拍到了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被击中的画面。不过仔细搜索你就会发现，此图其实是来自1967年美国海军弗莱斯特号航母在越战期间由于舰载机的误击事件而导致了弹药殉爆和严重火灾。简单来说，这则谣言是在移花接木。紧接着另一段视频也来了，
可以看到，这似乎是一段卫星由上而下的俯拍图。可以看到甲板中部和后部布满了弹孔，以及甲板前方一个巨大黑洞，明显给人一种被导弹击中后在整修的状态。不过我们先来到视频的最开头，我们看到这艘艾森豪威尔号的下方还有一艘航母。另外还请大家记住艾森豪威尔号的上下2艘船舰的位置，以及最上方的这里还有2艘大黑鱼。那么这个地点是在哪里呢？会是艾森豪威尔号被击中后到中东某个国家的码头进行修整的画面吗？看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这个码头貌似有些似曾相识，好像曾经来过。这里应该不是中东，而是在美国本土某个海军基地的某个角落。既然能停2艘航母，那这个基地肯定也不会小。于是我就来到了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那就是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在这个基地的最北端，同样也停着2艘航母。我们将上面的一艘放大可见，舷号69清晰可见，而这个甲板上显然没有动。而下面那艘航母刚好是 CVN-78， 也就是美国现役最新也是唯一一艘电磁弹射航母福特号。而我们将地图中的这个空拍图和网上的那个视频放在一块，你就会发现 CVN-69 艾森豪威尔号上方和下方船舰的位置一模一样，而且码头最上方同样也有2艘大黑鱼。而谷歌卫星图所拍摄的时间为2023年4月10日，因此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这压根不是什么艾森豪威尔号被击中后的修整画面，而是被某人从谷歌地图中截取出来，并披上了甲板被击中的痕迹。所以网上流传的这2个所谓艾森豪威尔号被击中的图像，一个是移花接木，另一个就是硬批了，全都站不住脚。再先来到6月4日，这名舰长又发了一段舰载机着陆的视频画面，这个估计应该就是新拍的了吧。虽然这名舰长看上去没那么聪明，但吃一堑总要长一智嘛。不知道是不是他临时让舰载机飞行员起来加练，然后自己录了一段。里面的舰员还在闲聊，不过不是工作，而是上周末美国职业棒球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Broken heart. My Red Sox dropped the finale to And who did they lose the to? Tigers. Tigers yesterday, 8-4 in extra innings. 为了证明这段视频是真的，我就查了一下，4日的前一天6月3日，波士顿红袜队的确有一场比赛，对手刚好就是 Tiger 老虎，比分的确是4-8，因此这个视频应该是6月4日的最新视频，这一点没什么问题了。紧接着到了6月6日，他又发了一段舰载机在夜间起飞的画面，甲板上有很多舰载机以及作业人员，看起来艾森豪威尔号的甲板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当然很多外国网友还在那儿不依不饶呢，什么你甲板没问题不证明航母其他地方没有受损啊，云云。就跟最近美国的登月造假论甚嚣尘上一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估计要继续死磕一段时间了。总结一下，简单来说，胡塞武装为了应对美英对自己的轰炸，的确对美国航母艾森豪威尔号发动了袭击，但大概率是没有打中。而艾森豪威尔号的舰长由于自己的愚蠢和不够严谨，随便发了个视频，从而导致舆情越闹越大，这是后面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试想这样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不会发生在中国航母舰长或士兵的身上的，中国军舰上是不可能允许拿个手机随便拍的，更加不会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而且我们的军舰上更不会选出这么个身体肥硕、缺乏锻炼的舰长。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